您最想去中国哪里玩？请订阅我的频道，今天带您走进福州。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，这里夏天炎热，冬天温暖，有着超过800万的常住人口。在福州2200多年的建成历史里，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，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。闽江如绿带穿城而过，形成了福州三山一水的城市风貌。白墙青瓦的老街区，国家级非遗的闽剧，中国8大菜系之一的闽菜。福州既有老城的厚重文化，又有淡泊宁静的生活气息。明明还算个大城市，却把大城市过出了小城市的感觉。下面就一起来探索福州好玩的地方。1. 三坊七巷，位于鼓楼区。时代在飞速地向前发展，历史却在慢慢地记录着。三坊七巷就是福州这座城市的时光印记。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，八姓入闽，中原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，开启了历史上的文化大融合。三坊七巷由3个坊、7条巷和1条中轴街寺组成，这里是福州历史文化的名片，也是感受闽都魅力的首选之地。白墙青瓦，马鞍墙高高耸起，雕刻精致的窗扇和门头，古建筑、老宅子，三坊七巷保存完好的福州的传统建筑，在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里尤为珍贵。纵横交错的方向，街边店铺的传统手工艺品，油纸伞、软木画，香气四溢的小吃店。在街灯亮起的夜晚，三坊七巷换上另外一种风情。古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，走在这片街区里，古代的韵味更浓，也更好看。2. 平潭岛，位于福州东南部的平潭县。平潭岛是中国第6大海岛，这里拥有漂亮的海岛风光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长达400多公里，海水清澈湛蓝，沿海沙滩沙质细白，望向远处水天一色。在盛夏的夜晚，每逢蓝眼泪爆发的时候，看着海岸线闪现的荧光色蓝海，仿佛来到了浩瀚的银河星空。一条盘山公路，平潭北部生态廊道连接着多个山头，犹如一条美丽的玉带缠绕在山海之间。站在高处眺望，一座座巨大的白色风车在风中转动，吹着海边的晚风，在这里等一场日落。看着缓缓落下的夕阳，天空染上了橘红色，平潭岛的浪漫也在这一刻占满了整个心。龙王头沙滩，平潭最美的沙滩，绵长的海岸，看着远处的海岛，踩着细腻的沙子，享受着一个追赶着一个冲向脚边的海浪，徐徐的海风裹挟着大海独有的气息拂面而来，这份惬意值得您对平潭岛的情有独钟。3. 雁台山，位于苍山区。如果您来福州，只是想在城区走走看看，那除了三坊七巷外，就是雁台山。这里曾经是外国侨民的聚集地，外国领事馆、教堂、洋行、别墅、中式宅院。过去它是福州最早的潮流引领地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沉寂许久的雁台山再次出圈，成为福州的现代潮流街区。走在这里，您可以在一座座老建筑里寻找到一帧帧久远的城市印记，享受在老街巷中的悠然漫步。每个小店别致的装扮，路边可爱的雕塑，很有意思的广告牌和墙画，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又充满着青春活力和艺术。等到气氛到位，时间刚好，那就用一张张美丽的照片来给这一天画上完美句号。4. 闽江夜游，一江春水造就了四岸繁华。奔流不息的闽江，就如同福州这座城市一样。如果您来福州旅行，想要体验一把不一样的夜景，那么闽江夜游绝对是很好的选择。夜幕降临，福州闽江两岸华灯初上，一场既浪漫又视觉享受的夜游之旅就此开启。
登上游船，缓缓驶离码头，江风拂面，带来丝丝惬意。抬眼望去，沿岸的高楼大厦在灯光的装点下炫彩迷人，江边的公园在灯光的映衬下，三三两两的人们正在散步，这样的画面宁静又美丽。游船在岷江上缓缓行驶，全程大约50分钟。沿途的解放大桥、中洲岛、金融街、岷江大桥、鼓山大桥，在夜色中静观它们的美，收获福州这段别样的旅程。5. 福道，有山有海的城市真的太棒了。一条福道连接了福州的山水和市井。福州这条最美的休闲步道，全长约19公里。福道东北接左海公园，西南连岷江廊线，中间沿着金牛山山脊线贯穿左海公园、梅峰山地公园、金牛山体育公园、国光公园、金牛山公园。采用钢架悬空栈道的方式，步道弯弯曲曲地隐藏在自然中。在闲暇时的清晨，漫步在福道上，闻着植物散发出来的绿色香气，听着叽叽喳喳的鸟叫声。又或者在傍晚时分，当夕阳的余晖洒在福道上，等待着缓缓落下的夕阳，这时候放眼望去，眼前就像是一幅美丽的油画。等到福道上的灯光亮起，整个步道就像是一条璀璨的项链，镶嵌在福州的城市之中。6. 西禅寺位于鼓楼区。西禅寺是福州闹市中的一方净土，立于繁华之内，又处于尘世之外。西禅寺始建于唐代，后历经兴废。西禅寺占地100多亩，寺内分布着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法堂、藏经阁、禅堂、斋堂、明远阁等大小建筑38座，清一色金黄的琉璃瓦顶，红与黄的搭配，这些重楼飞檐的建筑更加的雄伟壮观。墙外几多喧哗，墙内几许清幽，在榕树和荔枝树的掩映下，池与桥的江南园林格调，佛烟袅袅，塔影湖光，青松翠竹，使得西禅寺兼具佛地风韵和园林艺术。树影婆娑，漫步其中，闻着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的气息，那种逃离闹市的喧嚣，岁月静好的感觉油然而生。7. 鼓山位于静安区，距离市中心约2.5公里，地铁2号线鼓山站直达景区入口。鼓山海拔900多米，由连绵的10几个群峰组成。作为福州人的后花园，鼓山四季常青，树木郁郁葱葱。摩崖石刻、古刹寺院、奇石怪洞，这些悠久的历史遗迹让鼓山充满了故事和传说。可以不坐缆车，不去参观涌泉寺，但一定要买一张10块钱的18景公园门票，继续往顶峰出发。站在山顶望着远方的林立高楼，半个福州就在眼前。此时就可以在这里坐下歇息，等待一场日落的浪漫，等待慢慢被灯光点亮的福州。8. 连江七大村位于福州市连江县的一个海边渔村，这里被誉为福州最美的渔村。登上村后，这座海拔400多米的山，风光如画的最美渔村尽收眼底。西落岛、直落岛等20多座美丽的小岛组成的七大村海上牧场，更是如画般的美景呈现在眼前。七大村最美的风光，就是它集齐了山、海、岛、渔村。碧波荡漾的海面与蓝天相接，走在村里的街头巷尾，古朴的民居，悠扬的渔歌，飘香的渔家饭菜，这样的生活气息不知不觉就抚平着心情。与大海最美的相遇，除了壮丽的滨海风光，还有大海里美味的食物。七大村的鲍鱼、海蛎、淡菜，近海处的鱼香鱼网，在七大村的海上牧场，能满足每一位想吃一顿海鲜大餐的愿望。9. 18重溪位于闽侯县，距离福州市区20多公里。
在这片枝繁叶茂的森林里，有着众多曲折蜿蜒的小溪流，故取名18。在它的外围已被开发的部分，奇峰怪石、峡谷瀑布，一会穿过森林，瀑布从山崖上飞流直下；一会沿着溪流边漫步，碧绿的水潭清澈见底。山带林青，鸟语花香，置身在这样的大自然中，犹如一片世外桃源。而18重溪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福州禁地，因为在18重溪的深处，那些尚未被开发的区域，充满着危险。这里的火山岩地貌造就了险峻的山峰峡谷，也深藏了瀑布怪洞。在景区开发了20多年，至今只开发到了11重，一般人只能走到第8重，便无法再往前走了。18重溪腹地的海拔虽然只有600多米，却存在着跳潭、球渡、高绕、90度垂直攀崖、瀑降等，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涉水、攀岩，体能和温度都会下降得非常厉害。因此18重溪被称为福州最美也最危险的观光探险地。10. 福州美食和文化。闽菜是中国8大菜系之一，来到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必须要尝一下地道的美食。佛跳墙，福州的传统名菜，鲍鱼、海参、干贝、鱼肚、香菇、瑶柱、鹌鹑蛋等，这些山海之味的极致融合，经过精心的烹饪，闻着浓郁荤香的香味已经垂涎欲滴，每一口都是软嫩柔润，真正的美食享受。肉燕，这道福州人逢年过节、亲友聚别必备的小吃，皮薄如白纸，其色似玉，更是口感软嫩爽滑，又有嚼劲。海鲜，鱼丸、荔枝肉、醉排骨、南煎干，口感丰富的花生汤，软软糯糯的各种糕点，热气腾腾、鲜香满满的沙茶面，福州的美食数不胜数。软木画，以刀代笔，在方寸挥洒豪情，一段肃穆之上，竟见旖旎花开。一些简单的软木，在一人妙笔之下，却能写满锦绣河山。闽剧，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，精美的服饰，碎布款款，水袖依依，生动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，把剧目演绎的婉转优美又高雅潇洒。一杯茉莉花茶，一碗福州肉燕，一段闽剧。福州的这段旅程留下的不仅是舌尖上的愉悦，还有韵味无穷的闽都文化。